19岁的巅峰泰森差点栽了，遭遇生涯最难缠的对手，差点急眼打烂对手脸。巅峰泰森差点栽在他的手里，这是泰森生涯以来第一次遇到如此难缠的对手，打法身材都将泰森限制得死死的，打也打不穿，犹如一堵墙堵在泰森的脸上，最后把泰森逼急眼了，一顿乱拳打上，以此泄愤。这是发生于1986年5月3日的一场大战，当时年仅19岁的泰森已经连续赢下19场职业比赛，且全部通过 KO 获胜。他以极具曲线性的风格和令人畏惧的力量迅速崛起，被视为重量级拳击界的未来之星。但就在泰森年轻气盛之时，他遇到了生涯里第一位也是最难缠的一位对手。对手名叫詹姆斯·蒂利斯，身高185，臂展2米03，生涯65战42胜22负1平，31次 KO 对手。他曾在1981年挑战重量级世界冠军麦克韦弗，并以速度和灵活性著称，绰号快车。这场比赛中也是用他灵活的打法把泰森逼成了积级国王，最后彻底急眼，开始乱拳狂砸。好的，那咱们话不多说，一起进入正赛，让我们看一下这场精彩的大战吧。好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正式开始，由麦克泰森对阵詹姆斯·蒂利斯，这是一场10回合的拳击大战。比赛发生于1986年，也是泰森第20场比赛。那么刚开局泰森打得非常主动啊，毕竟这个时候是19岁的泰森年轻气盛，冲劲儿十足。即便对手身高要比他高一截，但泰森依然不把这些放在眼里啊。对手的臂展也是非常恐怖啊，达到了2米。要知道他的身高只有185，但是他的臂展却来到了2米03，这完全是超出了正常人类的范畴啊。这也是一个拳击选手的天赋。在拳击比赛中，如果说你的臂展要长的话，那么在对拼的过程中，你就可以依靠距离去多次的进行中距离的对抗。我们也能看到啊，这个蒂利斯呢，他利用自己的长手臂一直在进行中距离的消耗，而且他的这种拉扯战术呢，也适应了他这种灵活性的打法。泰森呢，一直以来都是喜欢打近身，那其实他这种中距离的克制性打法，是对于泰森来说是非常别扭、非常难受的。我们能看到啊，蒂利斯又一次拉开了距离，他的脚步也是非常的灵活。泰森现在虽然占据了擂台中心，但整个人的节奏是跟着对手走的。击负，再打负，连续的击负。泰森往前压击，前手刺拳，刚要把对手压在边角，对手就拉开了。蒂利斯非常聪明的利用自己的中距离臂展，一直在进行远距离的消耗。泰森前手刺拳，灵活的躲闪，没有被对手用这种中距离的打法消耗到，这也是泰森在前面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泰森现在其实也明白啊，对手是想要利用这种中距离去打消耗的。泰森不跟你玩这一套，我一边寻找机会和你打近身，一边呢去躲闪你这种中距离的进攻。即便说这种打法非常克制泰森啊，但只要泰森把这种中距离的消耗给躲掉了，那么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Quick Tillis cannot, in my opinion, win a decision in this fight, Jim. He has to try to take Tyson out while he's fresh. You see that Tillis grabs Tyson behind the head when he ties a fighter up. He customarily does it by tying them up behind the head. That will not deter Tyson from flailing away at the body, as he did right there. And Joe Cortez, the referee, quite properly did not break the fighters because Tyson's hands were not tied up. Again, the right uppercut just missed that time by Tillis. Late in round one, a round in which Tillis has not acquitted himself too badly, as he has managed to stay away from Tyson's thunderbolts, although he just took a right hand. We'll be back. 两人在第一回合的对拼相当激烈，那么简单休整之后，我们来到下一回合。泰森开局之后打得更为主动，对手呢现在开始使用搂抱战术了，因为他发现啊自己其实中距离的这种消耗式打法对泰森并没有很明显的作用，他现在只能靠这种直接性的搂抱来拉扯掉泰森的进攻。左摆拳命中泰森的头部，泰森选择搂抱，这一波搂抱呢是泰森求稳所做出的举动，不让对手乘胜追击去打一些补拳。我们能看出来，在刚才休息的时候，台下的教练组也是给泰森新增了一些建议，
啊，针对对手的打法呢，我们临时要进行辩证。蒂迪斯左手的前凸拳，拉开距离之后，泰森下一波打头，这是一记右勾，但打过了。蒂迪斯想要换拳，左摆，泰森直接搂住，打断你这波进攻节奏。泰森这一招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你喜欢搂抱，那我也跟你搂抱。但是他的这种连续搂抱战术啊，也是让泰森非常的难受。蒂迪斯的这种打法呢，一开始是灵活啊，靠拉扯来取胜，但他发现这种拉扯消耗对于泰森来说不是很奏效，那么他现在就开始使用一种搂抱战术。其实这种搂抱战术我们在很多泰森的比赛中都能见到啊，很多选手发现其实和泰森打消耗意义不大，最终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近身的搂抱。我们能看到泰森这边的左勾拳是打到了对手的下巴，对手吓得赶快搂上了。泰森下潜躲闪，再躲，连续的躲闪，非常灵活，再躲，哎呦，这是非常经典的钟摆式摇闪。两人在近身再次拉扯，怎么拉开？前手四拳随时准备出击，泰森左右摇闪，再躲，对手又一次搂住了。拉开距离，比赛继续。泰森前手刺拳，点到，右手摆拳，又一次命中。击负，两人在近身不断换拳，拉开距离了。蒂迪斯突袭猛攻，泰森反手一拳，直接将对手击倒。这叫反将一军。蒂迪斯怎么也没想到啊，自己主动出击的这一波，反倒成了自己被击倒的画面。我们能看到蒂迪斯的嘴唇啊已经被打得脱皮了。足以说明泰森这场比赛的进攻力度有多么恐怖。刚才这一拳啊，也是打得非常之帅气，躲闪再加还击，行云流水。让我们把比赛进入到第10回合，这也是本场比赛的最终回合。蒂迪斯啊，在前几回合中一直通过搂抱战术来消耗泰森，拉扯泰森，也是让比赛啊拖入到了最终的第10回合。那么来看一下泰森，我们能感受到泰森这一回合打法的着急啊，打2拳就直接搂抱，在近身过程中啊，他非常想打出一些有效的进攻，想 KO 对手。两人在近身不断拉扯，也是把泰森逼得很急。泰森在目前的生涯中啊，打了19场比赛，其中啊全部都是 KO， 这也是他第一次没有打出 KO 的比赛，所以说让泰森感受到了非常的焦虑。因为泰森之前都是打 KO 的话，那么他会认为这场比赛是不是自己会有一些输掉的风险。现在很想去找一些角度去打一些关键拳，但蒂迪斯的防守啊相当严密，而且他的拉扯搂抱也是更加的紧凑。这就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堵在泰森面前，泰森能打到，但是感觉啊好像没有造成什么重伤。拉开，而现场的观众啊也是躁动不堪，因为蒂迪斯不断搂抱啊，也是让观众看得很不爽。在拳击比赛中呢，我们要看的是拳击真男人硬刚这种画面，而不是说搂搂抱抱。这又不是搂抱大战，也不是抱抱比赛，更不是什么基佬比赛。你一直搂抱，成何体统呢？蒂迪斯冲过来对付打了一拳，泰森在近身搂住，看一下角度能不能打一些近身拳，左摆右摆，双拳轮摆。打完之后，裁判拉开，比赛继续。泰森摇闪左摆拳，对手击负。泰森再次摇闪下潜躲闪，拉开距离。上勾打泰森，上勾拳再次连续命中对手的下巴，
这詹姆斯·蒂利斯真的是铁下巴，被打成这样了，居然还没被击倒。而且泰森一直是瞄着下巴打的，要知道下巴这个部位是人类非常脆弱的一个部位，如果说遭受到重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打出昏厥。但是泰森一直瞄着这个部位打，愣是没有打出什么效果。而泰森现在也是乱拳狂砸，两人在竞争过程中不断的换拳，泰森急眼了，真的着急了。比赛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每次想要开始狂砸拳的时候，对手就开始搂抱。泰森挣脱，再次重拳轰上，两人在硬刚的对拳中结束了这场比赛。即便铃声敲响，泰森还是打出了一拳，蒂利斯也还了一拳。这场比赛已经进展到一个失控的状态了，可以说这是泰森生涯目前为止最难缠的一位对手。那么就用谁胜谁负，让我们来看一下点数判定。最终这场比赛的胜者是麦克泰森，泰森以点数判定的方式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恭喜泰森。不过这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泰森生涯目前为止第一场没有打出 KO 的比赛，也是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的，帮忙点赞、收藏、关注。我是玉峰，我们下期再见。